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超21岁，来自黑龙江学生，有请小超。小月23岁，来自吉林学生，有请小月，有请。欢迎两位啊！恋爱谈了多久了？不到1年。今天谁要来啊？我要来，来干嘛呀？调节一下我俩的感情嘛。不是还不到1年嘛？但是也总吵架。哦，为什么呢？因为一些事儿吧，包括她跟她前男友的一些事儿。哦，那咱说事儿好不好？好。刚在一起的时候吧，谈恋爱嘛，都是发朋友圈嘛，证明自己都有女朋友了啊。然后那天溜达完之后，拍了好多照片，我很快就发完朋友圈了。我就看他在旁边一直点，我下意识就认为他就是在屏蔽某个人。然后我就想看他手机，他就不给我看，我就特别生气，我就要抢啊。后来他拗不过我，就给我了。然后我就看一个男生的一个头像，然后我就问他是谁。他就说是他前男友，我就特别生气。你跟我在一起之后了，你没把前男友的微信删掉，而且还屏蔽我俩的朋友圈，我就特别不理解。但当时我跟他做解释了，为啥留他微信？就我跟之前前任处对象的时候，那个男生没钱了，然后问我借钱，一直没还给我。然后那你跟我在一起之后，不应该把他微信删掉吗？那我不是想把钱要回来吗？更可气的是，我俩有一次在图书馆学习，就看他的朋友圈嘛，我无意间就发现他就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圈，他锁着呢，是他跟一个男生的合照。我就问他是谁，他还特别理直气壮的说这是他之前处了好久的男朋友。哎呦，特别生气！你跟我在一起还留着别人的朋友圈。就是那个对象处了好多年了，然后我俩分手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朋友圈给锁了，就是一直在那个朋友圈里放着。那你锁了和删掉能一样吗？但我后来不是删了吗？逼迫我让我删了。对啊，你都说了是我逼迫你，不是你情愿删掉的。你是觉得他还惦记着，是这意思吗？对，就我觉得想太多了，没有。而且他这个人性格吧，就是很轴，干什么事都是先斩后奏。比如说，就有一次寒假，就是我们都上学嘛，然后就约一起去学校，然后他突然前2天就跟我说，他一个男性的一个朋友说好多年没见了。要跟他一起来哈尔滨。我当时跟他说，我说那个就朋友，我们在我朋友一个婚礼上遇见了，但是我们当时初中就好多年没见过了。然后我说我开学回那个哈尔滨嘛，然后他说我正好没去过，跟你一起去呗。然后我说那个开学我找他，我说那我问问他吧，我问他，他当时态度不行，绝对不行，你当时就这么说的。他宁可骗我都去找那个朋友，最后我好久才知道他跟那个朋友一起来的，他一直骗着我说他自己来的。哦，那人家当时买完票了，我咋说呀？我说我男朋友小心眼儿，他就不让你来，我能这么跟人家说吗？那你当时不如直接跟我说明白。那你不同意，我怎么说呀？学校在哈尔滨。对，我们俩都在哈尔滨上学。哦。然后他的一个异性朋友跟他一起来，对，而且那个朋友还不在哈尔滨上学，我就想跟他一起来。2件事都是跟异性有关系啊，说明你比较紧张他啊。他跟异性也有问题啊。他朋友就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平时就肯定要一起出去玩啥的，他每次都叫那女生，每次都叫。你都知道我俩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了，再说我俩也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每次出去都叫着你。那咱俩约会，你是跟他约会还是跟我约会呀？他跟异性的距离也让你觉得不合适，是吗？这尺度，所以说你心里也有不满的是吧？对。还有什么呢？而且他总吵架嘛，他一吵架就是一个招数，冷战。还劝我说你也冷静吧，冷静怎么样的。我一想你在这冷着我，完我还冷静，咱俩啥都不说。然后就在这冷着，那还说什么了？就直接分了就得了呗。那关键一吵架，我为啥冷战？也因为我们课平时不在一起嘛，我俩不是一个专业。然后我俩一吵架一生气了，他就咣发微信，就是一大条的，老长的了。我就觉得，那你就先冷静一下吧，都在气头上，就是当时说完也好不了。那我身为一个男生，我主动一点不很正常吗？然后我说多了就是磨叽。
我就觉得特别小心眼儿。有一次我跟我朋友我们在球馆打球，离老远我看见他，我老开心了，我寻思我跟他打个招呼，结果就我们正打球嘛，咔就给我薅走了。他说这谁呀？怎么地的？就那样。那你不没告诉我吗？那你可以事后问我呀，你不能叫我一起打吗？太小心眼了，总不相信我。我一来微信，咔就过来了。他说：“这谁又跟你说话了？”就那样。这么紧张啊？就是因为他之前前男友那些事儿嘛，我就挺在乎这些问题的。那你知道他这么在乎吗？我知道。啊，他当我是墨迹，粘人，幼稚。啊，那你觉得是什么呀？我觉得我确实这个做法挺幼稚的，但是我感觉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特别喜欢他。女生是比男生大是吧？你们俩是同一届的吗？不是，我大3。大3，你呢？我大2。好，大2哈。马上是不是就面临什么实习啊、毕业乱七八糟的？对。啊，你们俩我看资料上面应该不是一个省的，老家不在一起对吧？对未来有规划、有考虑吗？我们的专业就是师范嘛，就是老师。毕业的话，我有可能就回家嘛。他就毕业了之后，差不多年龄也到了，就想要跟我结婚。他给我的想法就是毕业了就要跟我分手。我的想法是咱们一步一步来，就是以后什么工作呀、就业啊，怎么样的，就慢慢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我看过一次他的微信就是他跟他朋友说，就是说也不一定毕业了之后会怎么样，没准就分手了。我看了这句话之后，我就一直就想，就挺不舒服的。女生是这么想的吗？就他有时候会总说，就是毕业以后什么结婚呐啥的，我觉得我有压力。就我感觉我们现在就也小嘛，然后工作啥都不确定，就很多不确定。就是我感觉这些就可以慢慢来嘛，然后他就……我的意思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走一步看一步。然后我就感觉他给我的意思就是毕业了就要分手，就谈过好多次这件事儿啊。所以男生好像对这段感情觉得有点不安全，是吧？靠不住，是这意思吗？女生，你给我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男朋友好不好？一个词就够。幼稚。怎么解读这个幼稚呢？就有一次我们那个在图书馆嘛，我让他陪我去看书，本来是要送他前女友一根口红，然后结果他俩分手没送成，他那口红也没扔，他说觉得还就好几百也挺贵。然后我俩处的时候，他就把那口红给我了。当时我不知道，我还挺开心。在图书馆的时候，他就把这事跟我说了。然后我当时我就生气啊，他不乐意了，他咣把书一摔，图书馆就老安静了。然后当时都瞅我俩，我觉得特别尴尬。我感觉他就有时候行为他不考虑别人。那我送他的口红，我也没给他呀，那留着我也用不上，我还能给别人啊？那你是送他的呀？那我感觉别的女生也接受不了。他不没用，我没给他吗？行。男生，你用一个词形容一下你女朋友呢？高冷啊，高冷。怎么解读呢？高冷就是平时聊天的时候，就是就是这么回复你，然后有时候就是在你身边的时候也是，你跟他说一件事儿，他就当做没听着一样，就会一句就完事儿了。我就感觉就像不太重视我一样。被冷漠了。被冷落了是吧？经常这样。你们俩当时谁追的谁呀？确切的说是我追的他。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调节什么呢？他就总觉得我幼稚，然后总说我提他前男友的事儿怎么样。因为这件事在我心里边，我感觉就是一个结，就是他总爱提，就每次就是一生气一吵架，他就翻旧事儿。那你跟前男友还有联系吗？没有了。这不就完了吗？我们2个人在一起提及这件事的时候，他永远都是就是转移话题，就不想提这件事。你是不是觉得他没爱上你啊？对。还是觉得他爱你不够啊？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很够吧。我觉得我说的挺清楚，而且我现在就行，那你再清楚的跟我们说一次吧。这个感情在你那儿到底是怎么界定的，好吗？一步一步的吗？一步一步。男生是怎么想的？也差不多是这样吧。他没有冲突，也没有矛盾啊。但是就是我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这件事永远都解决不了，永远都说不开。你心里是想让女方给你一个承诺吗？对。但是这个承诺从来都没有过，是吧？对。你未来就认定他了？怎么说？就是哎呀，
就以后的事儿谁也不知道吧，就先做好当下就好了。对呀，你看，这就是很有意思啊。就谈恋爱的时候，大道理好像大家都明白，是吧？男生说起来也说，哎，我也同意，我也认同走一步看一步。但是面对女生这种态度的时候，你又接受不了，对吧？对，你会觉得好像女生对这段感情或者叫这段关系没有让你明确的知道是什么，没有这种稳定感，是吧？因为这个，可能女生就会觉得男生你怎么那么幼稚，对吧？我都没有提什么更大的愿望和要求，你干嘛老在那儿磨磨唧唧？对，好，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先来说男生，你说这口红我前女友也没用啊，那我就拿来给你了。就打个比方，他给他前男友买了一双球鞋，他前男友没穿，说那差不多你俩号一样，你穿吧，你穿吗？你生气吗？你恨不得把这球鞋都扔了，对不对？你也不会要，对不对？同理啊，对女生来说呢，最简单那个屏蔽朋友圈的那件事儿，屏蔽代表着什么？屏蔽不就代表着在意吗？所以你现在的男朋友才会这么的没有安全感，才会一直跟你要承诺。他的心里就是我已经有想要跟你往下走的这份心，可是你为什么就对我没有这份心？他也明白要活在当下，要那些承诺没有用。毕业分不分手不是你们俩说了算的，是缘分说了算的，是爱情说了算的。可是活在当下的情侣，他们对未来的憧憬是支撑他们一起牵手走下去的动力。但是如果真的在一起好好谈这段恋爱，首先请二位做到自律，彼此自律。第二，请你们尊重彼此，尊重就代表着珍惜彼此，好吗？好，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来，博红兄，你不好意思拒绝一起长大的小妹妹，她就好意思拒绝初中的同学一起来哈尔滨吗？你想要一个承诺，她即便给你一个口头承诺，你就可以放心了，安全了。我们对爱情、对恋情，我们的心态要放平一点，特别是男生，你对女生是你爱的人，有时候多让一点步不丢面子。我们不要放大我们情感的这种幸福感和他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如果说你放得越高，可能你的失落失望就会越大。但是你们可以尝试着把这样的情感的幸福感和感受的门槛降低一点。一旦降低以后，你会突然海阔天空，哎，感觉就是这样美好的交往了。即便哪一天我们说我们可能会分手，但我们享受恋爱的过程，美好的过程，这是一笔人生的，我认为非常温馨幸福的财富啊！我们真的年纪轻轻，不要往这样所谓的终极目标去想，好吗？好，谢谢博红兄。来，严老师。我的理解是，满足现状，可能就不会预知痛苦。其实你说男生幼稚，你的男朋友幼稚，我觉得幼稚分两面。如果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开玩笑的说，哎呦，他很可爱，很幼稚，很单纯，那这个年龄就是单纯，甚至有些男孩他的情商或者他的对感受的理解就是相对幼稚的。如果喜欢他，那我愿意陪他一起成长。如果不喜欢他，幼稚就是怎么那么磨磨叨叨，那么讨厌，那么看着我，那么的让我觉得不愿意相处。所以你其实喜不喜欢他，心里是知道的。而男生，你形容女生高冷，你知道什么人会说一个女生高冷吗？那肯定不是女朋友啊，女朋友都牵手拥抱的，还高冷啊，还怎么冷啊？你这个词就已经把你们之间的关系定位的很明确了呀。所以你对他的基本感受，我相信是喜欢的，但是更多的出于爱而不得不到同等爱的回应。但我认为爱一个人就要让他好，就祝福他幸福。我也希望你们无论是将来在共同成长中有所靠近，还是说走着走着也许就散了，但终归这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希望你们都能记住对方曾经很美的样子，祝福你们。好，谢谢老师。涂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没有进入他的生活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走进他心里啊？你看，在大学里面好像有一种形式啊，就是你有没有走进一个女人心里，看这个女人是不是会为你哭啊，会不会为你织围脖啊，会不会为你到食堂打饭，会不会为你吃醋啊，对吧？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当你告诉他口红本来是要送给前女友的时候，他生气了，这会儿你应该高兴啊，他吃醋了，他让你的那个小妹妹不要掺杂到你们每一次的出行当中，他不高兴了，你也应该高兴啊，因为他不希望第三个人的存在啊。我猜你每一次你们俩出去都带着那小丫头，你心里还有点优越感是吧？就是你看你老高冷，你老不搭理我，我真是没人要吗？我还是有小迷妹的，否则我想不通为什么你们俩出去恨不得两人都有私密空间，你干嘛要弄一小丫头在中间呢？你显然是有一点点炫耀和存在感嘛。那个口红，你说你干嘛要说那是给前女友的呢？你也是有点挑事儿嘛，对不对？你就分明就是有一种本能，你老记挂着你的前男友啊！我也间接的告诉你，我也是有前女友的人啊！你看，我当初我就没给他，你看我给你了。你说你是不是幼稚？我问女生，当那个小丫头在你们俩之间的时候，你这个烦是因为源于你吃那个小丫头的醋，还是烦她太幼稚？吃那个女生醋。那你那个口红那件事情生气，你是吃前女友的醋，还是觉得她幼稚？前女友的醋。那说明你喜欢她喽。说句实在话，不存在男生爱你比你爱他多，我不认为。其实在学校可能是一种形式，他觉得有你这样一个女朋友脸上很有面子，但事实上在你们实际的相处过程当中，无论是幼稚还是成熟，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男生真真正正的为你做过一些什么，或者为你考虑什么。即将要毕业了，这可能是一个分岔口，这个分岔口之后有很多变数，我看不到你要刻意的在这个分岔口上想要把这段感情更加浓厚的维持下去，而是我看到你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你看到了有千万种可能，而我也不刻意的朝向某一种可能，因为我更期待别的东西，顺其自然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这个挺生动的啊，就是一个情绪恋爱的范本。因为我们用逻辑推演之后，会推演出一个结果来。情绪恋爱不会推演，情绪恋爱是在情绪上我觉得怎么样了，未来还没有发生呢，为什么就对未来那么担心呢？那么恐惧呢？倒回头想，可能就是因为当下不好。要谈就好好谈，你们要谈恋爱谈的就两个人上来这恋爱谈都是一脸愁容的，我看也就算了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就从我认识你到现在，然后也将近1年了，然后我觉得就我对你也挺认真的，就希望好好的。其实我的想法也跟你差不多，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嘛。然后我也希望就是仔细考虑一下，就是都珍惜当下吧。希望能好好的。我希望你对我少一些猜忌。我会的。女生那话我直接给你翻译给你听吧。我认为在这个情感当中，我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为什么你还感觉不到？男生也有一句话，我也翻译给你听吧。我就觉得你给我的不够，你能再给我点吗？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说了不就完了吗？还非要在那儿绕来绕去。喝知识长知识，保卫爱情靠知识。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君乐宝长知识了，爱情记忆箱，来，请开箱。
来看看什么记忆吧。来，女生先说吧，你放的是什么？我跟他刚认识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特别喜欢动漫这些，然后就画了1个多月，把它画完了。男生呢？就是他之前送给我的普通的一本英语书，因为我之前嘛，就是一个上大学之后就开始，我觉得我就开始堕落了，然后他就每天基本上就每天就拽我去图书馆学习，然后让我把这个书看透，最后考了4级，又开始学习，我感觉作用挺大的这本书。谢谢两位，请回吧。唉，请关门。来看两位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来，有请小话筒，有请啊。谢谢，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各位请见证。希望以后是把咱俩总吵架这个经历化作咱俩共同进步的动力嘛，就是多理解对方。爱你。人们也全落寞，你纤细善良，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小小的手掌。来，礼物啊！谢谢。